兰州市公安局的微博啊，最近被网民给冲了，不管他们说什么，底下都是骂声一片。我看最近他们发了一个帖子啊，提醒网民啊，对那网上的诈骗信息要小心啊，不要上当啊，反诈的。你想想，好心吗？结果底下都是骂他们的，说你们别装了，有本事有精力赶紧去抓诈骗犯，去抓强奸犯。你在网上你搞远洋捕捞干什么呀？还比如说最近那不是端午节吗？他们发了一个端午安康的帖子啊，结果底下也有好多人骂他们的，说你们这些人呢，怎么不去抓贾平凹呀？抓平凹当时写废都啊，我看了好恶心呐，很黄色啊，很黄很暴力啊。那你现在在网上抓人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干什么？没安好心。很多人都说我要抵制兰州的一切商品和服务，不去兰州旅行，也不消费兰州的任何商品。我看着兰州市公安局啊，看到网民这个滔天的怒火啊，他们也在小心翼翼地发微博，不敢解释，但是呢，就悄咪兮兮地开始控评了。你看着评论啊，有1000多条，点开进去之后就看着几条，都是夸他们的啊。那网民为什么要去冲兰州市公安局的微博呢？这事情啊，要从今年的5月30号开始讲起。今年5月30号啊，有一个微博的 UP 主，他的名字叫做四锦的四锦，他写了一篇文章。这四锦的四锦呢，是四川成都人，20多岁的一个女孩子啊。她前不久啊，就接到兰州市公安局给她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她犯罪了，让她到兰州市公安局啊去接受警方的传唤。这女孩子一定就害怕了，但呢，她经济条件不好，20多岁的人生中间从来没坐过飞机，那兰州路途遥远嘛，她就是没想到，这个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到兰州那个地方啊去接受警方的讯问。还讲到啊，兰州那边的天气说变就变，刚下飞机之后就被冻得瑟瑟发抖，因为成都那边天气比较暖和嘛。这个女孩啊，家境啊比较不幸，从小呢，她父母啊，由于经济条件不好呢，就反复被卖了2次，后来被成都的一对夫妇啊收养为自己的养女。但这个养父母啊，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小的时候把她寄养在自己的姨妈家里面，每个月给了自己的姨妈啊300块钱。这姨妈呢，每天中午就给她5毛钱到1块钱，在中午在学校的食堂吃饭。但她自己说啊，学校当时的食堂啊，一份饭已经5、6块钱了，但是她不敢跟自己的姨妈讲。你想想，不是自己的亲姨妈吗？你跟自己的姨妈讲，姨妈也未见得会给她更多的钱。所以他每天中午啊就点一份白米饭，里头放一点猪油，再放一点盐。他说每隔2、3天呢，省下来的钱还可以点一份凉面，或者买一份辣条。他觉得生活还挺幸福的。后来他看到其他的同学有那个钢笔很漂亮，10几块钱买不起，跟自己的父母讲，肯定也不会给他。后来啊，他就想到了卖头发，女孩子嘛，头发比较长，就找了一个理发店，把自己的头发绞了。但你卖头发，人家肯定不是给你讲究你的发型啊，所以脑袋上被剪得坑坑洼洼的。第2天被他的同学笑了一整天。但是呢，毕竟他是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钢笔。后来啊，他就回到了自己养父母家里面，但是养父母啊，经常因为自己的生意不顺，拿他去撒气。有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把饭做好了，养父母啊就跟他说是倒霉鬼，就把这饭碗都给摔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他慢慢成长起来。他发现他自己啊比较喜欢写字、写文章。后来呢，就在台湾的一个网站上写字啊，然后来换钱。这些年呢，一共啊是有80多万的点击量，换来了4000多块钱的稿费。就是因为他写的这些文章，最后呢，导致了兰州市公安局啊给他打电话，说他犯罪了。他在文章最后讲到，如果时光能够回头，我依然会提笔写故事。我以后还会坚持写作，只是暂时需要找一下状态，然后去正规平台继续学习，继续创作。此刻只盼望法律能够看到字里行间那个饿着肚子攒钱的女孩，那个卖头发换钢笔的女孩，那个以为文字能凿开命运墙壁的女孩，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公正的结果。他呢去过兰州2次，他在兰州的时候啊，看到了很多跟他一样经历的女孩子也被兰州市的公安局啊叫去异地传唤，所以他在文章的最后还特别提醒，他说还有类似经历的人去兰州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兰州那个地方的气温呢比较冷，多带一件衣服。
他这篇文章啊上线之后，立刻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啊，大家都同情这个女孩子啊，所以文章很快就被转发到了2万，最后呢就被新浪微博呢给删除了。删除了之后，网民就不干了，就冲到了兰州市公安局，对兰州市公安局的微博下面天天骂兰州市的警察。那紧接着我们就要问了，这女孩子到底写了什么样的文章，最后被兰州市的警察给叫去异地传唤呢？这里头啊，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叫耽美文。耽美文好像叫耽美文啊，因为这个题材我也不是很熟悉啊，好像是医生耽美文。所谓耽美文啊，它就是一些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就比如说男男呐、女女啊之间这种关系啊。而且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写这种题材的作者啊，多数都是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我还挺奇怪的这件事情啊，就为什么女孩子写这种文章啊？她写的都是同性恋题材的，她们本身还不是同性恋，而且这些小说里头啊，都带有一些情色色彩啊，说白了是属于18岁以上成人才能看的啊。那么由于这种题材的小说在国内是没有途径发表的，所以他们呢就都在台湾有一个叫海棠文学城的这个网站上去写作。这海棠文学城呢是成立在2015年。它是一个付费阅读的网站，就是作者在那个地方呢，别人的点击量你可以换钱，然后你要阅读的话，你也需要交钱才能看。这个网站上聚集了大概国内啊几百个作者，在那个地方靠卖文来换钱。从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突然就有警方开始抓这批作者了。去年6月20号的时候啊，这安徽市的警方，安徽绩溪啊，这当地的警方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突然开始抓捕了10几名，就是这个海棠文学城上的作者。这海棠文学城啊，当时有一批作者都是头部作者，比如说云间呐、一切呀等等啊，就给抓起来了。这云间呢，当时在这个海棠文学城啊里头属于头部作者，他据说已经写了10年，这10年中间一共发表了1000万字的小说，几十部啊。然后他呢也是赚钱最多的啊，据说最后警方认定他一共是赚了184万人民币，10年的时间啊。其他的呢都几十万不等，有20万的，也有40、50万的。那当时抓了这些作者之后，就在这些作者中间引起了恐慌，因为还有很多没有被抓的嘛。其中有个叫小竹的作者，他呢这个赚的这个稿费不是特别多，他就发现就是这个云间的这个作者的文章没有再连载了，因为云间非常勤奋，风雨无阻，每天都更新。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在作者中间传言说警方把他们给抓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害怕了，就跟这个海棠文学城的编辑去讲，说赶紧把我的号注销了，把文章给删除了。当时这个海棠文学城的这编辑还不干，因为当时他们跟海棠文学城签约啊，就算你这个作者啊，你注销了你的这个 ID 啊，你的这个文章，你的这个小说在这个网站上还会保留3年。但是当时这些作者都吓坏了，你想想，你的这些文章警察抓住之后就是证据啊，所以就开始哀求这些编辑说：“你赶紧删了吧，因为现在警方按照这个来抓人呢。”那实际上啊，这个海棠文学城啊，他们的这个注册 ID 并不是实名的啊，因为在台湾嘛，所以这些作者的这个钱呢，是通过国内啊一些淘宝的网站，所谓的经销商来给这些作者来发钱的啊，也包括那有一些读者想通过网站去阅读，也通过这些经销商。就当时警方第一批也抓了2个经销商。后来那些编辑们看的情况不太好，就在6月21号这一天就把网站给锁站了。就锁站之后就宣布，这网站在升级，说5天的时间在升级。结果到了6月25号这一天还继续在锁站啊，一直到6月29号这个网站才重新打开。但这个时候大家已经知道了啊，的确有10几个作者啊被安徽绩溪的警方给抓住了。这安徽绩溪的警方抓住这些作者之后啊，就跟这作者讲：“你们现在都犯罪了，犯什么罪呢？叫传播淫秽作品牟利罪。这个罪啊，在我们国家1979年啊就制定了这么一个刑法啊，很重啊。这个罪啊，3年以上10年以下啊。”如果要是严重的，可以判到无期徒刑啊，没有死刑啊。它是跟强奸罪差不多同样的一个判罪的入刑的标准。警察抓住这些作者，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现在赶紧退赃。”那云间呢，就退了12万。
退了12万之后呢，就讲了要罚金呢，就跟他们讲，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罚金的钱全部交了，那我们可以考虑啊对你们网开一面。那云间你想想，这10年来一共是184万，184万，按照这个法律来讲，要罚1到5倍。最后警方就跟他讲了，罚你184万。那云间你想想，这些年他的钱都花了呀。据他自己的妹妹在微博上讲啊，云间其实是蛮节俭的，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连都不敢结婚，只养了4条狗。那一下子要罚184万，哪来的钱呢？他的妹妹就在网上就筹款，希望大家能给他打赏。由于他这个文章啊，在特定的群体中间人气还挺高的，所以很多人都给他打赏，就筹措这184万，就把这184万都给警方给交了。那有些作者就筹不来呀，那你想想啊，那怎么办呢？筹不来的就四处去借钱，有的呢想找自己的父母，父母的家境又不是特别好，这些女孩子普遍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一筹莫展。最后判决的结果就是啊，那些那个积极退赃的，那往往呢就可能判的比较轻，比如说25万以下的就判了缓刑，比如说呢有个叫一谢的啊，把钱都退了，然后呢罚款也交了，就判了缓刑，判了1年0几个月的缓刑。那么那些如果要是没退赃的、没钱退赃的，或者没钱交罚金的，就判的比较重。而云间最后啊是被判了4年0.6个月这样的一个刑罚啊。那当时6月29号，海滩温源城不是打开了吗？打开了之后啊，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是顶风犯案，又继续在那个地方更新写作这些小黄文。女孩子啊，结果到7月底的时候又抓了一批，说安徽绩溪的警方前后一共抓了2批作者，大概加起来是50多个人。这50多个人呢，最终啊，安徽绩溪的警方啊，纷纷全部起诉到这个法院啊。就有人给他们统计，安徽绩溪的警方通过这个办案，先后一共差不多啊，收缴了2000万这样的一个罚金，获得了2000万的非税收入啊。所以有人说他们是远洋捕捞啊。那安徽绩溪的警方啊，把这个海棠王学成的这个网站中间的头部作者基本都一网打尽了，但这个网站还在继续啊。但没想到在今年的5月份，兰州市警方又依法炮制，又开始抓一批这个海棠文学城的作者，但是头部的作者都已经被抓光了，所以兰州市警方抓的这批作者啊，普遍都是小鱼小虾。你比如说像这四锦的四锦，他一共啊就在这个网站上写的小说获利只有4000块钱，4000块钱就被兰州市警方打电话叫到兰州市到那个地方异地传唤去了。还有其他的，我看了有另外的有一个人呢，他是在重庆，在重庆的这个孩子啊，他自己一共是21300多少块钱，警方给他说的也就2万块钱嘛，跟那个四锦和四锦一样，他也是家境非常贫困，也没坐过飞机，他要去兰州买飞机票怎么办呢？他把自己的平板电脑给卖了，换了1000块钱，最后呢才买了一张到兰州的机票。兰州市警方把这些女孩子抓去以后啊，也是对他们一通讲啊，说你们都得交罚金，赶紧给我退赃。那有的2、3万的你要退2、3万，然后再交2、3万。这个重庆那女孩子就讲到了，加起来5、6万块钱。这5、6万块钱，有人说让她找律师，她说她真找不起律师，没钱找律师。跟自己的父母讲吧，她说也不能讲，因为她跟她自己的父母啊，很早关系就闹掰了。闹掰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办法去跟他父母去开口，就算跟他父母开口，他父母也未见得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当这些女孩子的经历啊传到网上之后啊，就引起了网民的滔天怒火。所以最近几天啊，我也看到了很多律师纷纷出来说，他们愿意给这些啊在台湾网站上写这个情色作品的这些女孩子啊，要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说要维护他们这些人的最基本的法律权利啊。那么围绕着这些在台湾的网站上写这个情色作品的女孩子啊，现在主要的争议点有这么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兰州市警方，也包括当时安徽市警方，他现在是异地传唤这些女孩子，就在法律程序上是不是有违规的地方？你比如说啊，
这些人都不是兰州市警方到当地去传唤的，都是打电话让他们到兰州市去接受异地传唤。但是按照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你要传唤的话，口头传唤只有在犯罪现场才可以。比如犯罪现场被警方给抓住了，警察说我现在要传唤你，这可以。除此之外的传唤，你都必须有传唤证，警察还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如果异地传唤，多数情况下还得通知当地的警方。那你现在，你警察给这些女孩子打一个电话就让人过去了，你是不是符合法律程序啊？很多人认为这里头有瑕疵，因为你毕竟打一个电话过程中，你这个电话算是口头传唤吧，人家也没见到你传唤证嘛，对吧？更重要的是，你让这些女孩子到兰州去接受你的传唤，你应该给人报取路费啊。你现在让人家自己去自费买机票到那地方接受传唤，这显然是不合法律规定的，因为你要求别人去的嘛。按道理来讲，你一定给人报路费，并没有啊，对吧？还有很多女孩子就讲到，兰州市警方在传唤这些女孩子的过程中啊，很多问题啊问的就特别有侮辱性。比如说有的就让人脱衣服让人检查，还有呢就问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有没有这个性生活啊，因为他觉得这些女孩写的东西变态，因为写的都是同性恋，还多数都写的男同性恋题材的，警察理解不了，就开始就问这些问题，也其实对这个特定群体充满了一些歧视和偏见。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主要是对兰州市警方执法的这个程序，甚至比如说兰州市警方现在抓的这些女孩子里头有些根本就没有牟利，就是说他在那个网站上写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看，也给抓去了。说警方认定他们是帮助网站来牟利，那也算是犯罪，也要对他们进行处罚，也要让他们积极的筹措罚金等等这是一个方面的内容第二个方面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安徽市警方，也包括这个兰州市警方，他们都是趋利性执法。什么是趋利性执法？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流行一个词儿叫远洋捕捞。远洋捕捞不是在海里头打鱼就是很多警方他为了赚钱，然后才去执法。为了赚钱执法怎么办？是吧？就不再搞本地的企业，他搞外地的企业。是吧？说你外地的企业，他给你弄过去之后说你偷税漏税，然后就抓起来了，然后你不拿钱，然后你不行。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你警方的这些罚没款，甚至包括罚金原则上来讲要上交国库，但是在很多地方规定，你上交国库以后可以按比例返还，甚至很多地方是可以全额返还。但是这样的制度就导致了很多警方的趋利性执法，也就是说，是执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犯罪，它其实就是为了赚钱。这个呢，针对企业犯罪的比较多，所以叫远洋捕捞嘛。但是这些女孩子都是一些实际上自己生活比较困苦的作者在台湾的网站上写文章卖文为生的人，警方也盯到他们。那么这个呢，算不算远洋捕捞呢？肯定也算。但是穷凶极恶到这种程度，确实是引发了众怒。安徽绩溪的警方当时不是有人给他统计了吗？大概一共捞了2000万。而且他们当时在执法的过程中，明确的就讲，你如果积极退赃，你如果主动交罚金，你就可以判缓刑；如果你不主动交罚金，你不愿意退赃，那就判的比较重。这不就是趋利性执法吗？也包括兰州市这次的执法也是如此为什么公众对他们非常愤怒？就在于他们实际上体现出来了非常强烈的趋利性执法的特征。所以你看这个趋利性执法多数这个警方都是比较贫困落后的地区，安徽绩溪也包括兰州市，都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还认识这中间一个这个作者，我这2天我就问他，我说有没有抓你他说他一共在那个网站上获利了16000，他说现在还没有抓。他说为什么没有抓呢？他发现了有个特点，他说这次抓的这个作者中间呢，唯独没有北京和上海这2个城市的，抓的都是其他小地方的。可能兰州市警方也是觉得北京上海的作者不好惹，所以你看这远洋捕捞他也柿子专找软的捏。甚至包括他还提供了一个细节，
他说他用的是苹果手机，他说苹果手机可能也救了他，因为苹果手机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他这社会地位可能稍微高一点的，警方可能也没有去抓，抓的都是那些实际上最贫困的，因为最贫困的生活在小地方的那些人呢，法律知识比较淡漠，没有社会资源，抓你收拾起来你就比较容易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利性执法本身呢，它确确实实是引发公众怒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这是第2点。第3点就是大家都认为啊是量刑过重。你想想这些作者啊，他可能一共就获利了几千块钱，然后现在如果你要是不交这个罚金，你可能直接被判实刑。这里头有的是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拿到了研究生的录取资格，结果呢退学，然后呢研究生也上不了了，工作也找不到了，所有人都留下了案底，然后最终会判多重也不知道。所以有些人就对这样的判决就充满了疑惑，说在网上写小黄文的这些作者啊，竟然判罪的结果超过了强奸犯。那你想想，这是明显不对的，是吧？给人感觉这种所谓的判罚本身呢是量刑过重。你比如说前几年啊，就有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也是这个耽美的这个作者啊写了一本小说，这小说他自己就发行自己印刷，非法出版物，一共是印了7000本，结果被警方抓住之后啊，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非常著名的天一案，一共获利10几万，然后最后呢就判刑了有期徒刑10年。所以当时有人就是法律界的人就在那个地方争议，说这个10年的有期徒刑，很多强奸罪啊只判2年3年，你就写了一个黄色小说，你去传播的过程中间就判这10年，理由何在啊？而且那个天一案当时啊不仅仅判了这个作者，其中有一个女性的编辑帮助这个作者啊做了一些版面设计排版，一共获利3100块钱，最后被判刑有期徒刑4年，罚金1万，太重了。你要相比于那些诈骗犯、强奸犯、倒卖儿童的，你这个比较起来，你这么重的判罚，你理由何在啊？我看有个律师啊在网上讲，说这个倒卖淫秽作品牟利罪啊是1979年就制定的一个法律，非常古老了。那个时代啊，这个刑罚的制定者他们那个观念也包括那个时代啊，跟现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就比较困难啊。那一旦涉及到这一点，就会牵扯到一个比较古老的罪名，叫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个罪名79年就有了，你可以想想当时立法者他的脑回路是什么，这就会导致直到现在实务之中认定这个罪名在量刑方面的影响，你传播的数量比你传播的人次在量刑方面影响是更深的。这会导致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卖给我500个老师500个不同的作品，和你卖给500个人同一个老师的同一个作品，理论上前者是判得更重的。而这个罪名它相当于强奸罪，强奸罪是有死刑的，这个罪名是没有死刑的，但是在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它是可以判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的。那也就是说，你传播的数量越多，判的就越重。那我们的网络小说它有个什么问题呢？你如果把不同的章节定成一本书，这叫做一个淫秽物品。但是网络小说就我所知，它是分上章节卖的，那它有的小说可能1000多章，你这相当于是1000多个淫秽物品，理论上是可以判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当然了，我们对整个淫秽这个作品呢，肯定是应该有法律管的，不能完全不管啊。你像李银河都是比较激进，他是所有描写性生活的这样的性行为的行为都不应该属于犯罪。但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描写性行为的都是要管的，比如说美国也有啊。但是你这里头有一个特点，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性的这个容忍度，或者说对性行为描写的这种作品的这种接受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金瓶梅》，那就是大家都认为是黄色小说啊。现在我估计没有人认为《金瓶梅》是黄色小说了啊。你比如说你小时候你看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张贤亮写的小说，那都是认为黄色小说。但是后来你看那贾平凹写的小说《废都》，那废都写的那个程度，我觉得其实比那个《金瓶梅》要严重的多。那也没抓贾平凹，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你怎么不去抓贾平凹呢？也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际上人们对性行为的描写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我记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一个法官，当时有人问他，他说淫秽的标准，性行为的描写
这种区别和边界到底在哪儿？他说边界就在我自己看，我觉得是淫秽就是淫秽，我觉得是正常的描写就是正常的描写。那也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观念本身实际上是相当主观的，它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那你想想，1979年你制定的法律到现在已经过去这40-50年了，中国人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按照原先当时那个非互联网时代制定的那个法律来理解互联网时代这个法律这个行为，那肯定会大家觉得就是你用昨日之法处罚今日之行为，所以就会出现了这种量刑过重的行为。所以这次出现之后，我看了很多网上法学家，也包括一些律师都在讲，他说这个案子普遍是量刑过重，因为它是属于刑法中间规定的那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过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体现这种刑罚的牵养性，也就是说你对那种社会危害性比较小的行为尽量不要动用刑罚去处理，你动辄采用刑罚去处理可能实际上就会违背这刑罚处理最基本的公正原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很多律师现在要为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去做免费的法律服务去替他们讨回一个公告。其实我看完之后，这个故事之后，我还在想就说实际上就是类似的小说在中国的台湾，也包括在日本呢，其实都是合法的，可以公开去看的。其实在日本大家也都知道这色情行业其实也基本上是合法的，因为人性中间是有消费的需要的，你只不要是未成年人你不要接触到就行了。成年人其实你去消费这些色情作品的话，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需要也包括在这个美国欧洲也是如此你比如说那个 P 站，是不是你只要是个成年人你就可以正常登录去看嘛。我不相信我们的中国大陆的成年人你们没有看过黄色小说，没有看过小黄文，没有看过这个黄色录像，对不对？我承认其实我就看过我觉得这是人的正常的一个需要。那么如果按照一个分级的做法的话，理应把这一种需要导到一个所谓的正确的途径中间去。但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中国政府他就不愿意分级呢？一方面当然可能有道德性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不好，这对其他人有冒犯，是吧？所以有些法学家来讲了嘛，他有一种家长制的心态，不让大家接触不好的东西。但事实上其实作为人性的需要，其实就算是你采用这种方式，你也阻挡不住人们的需要嘛，所以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另外我看到一个分析，我就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了就这个政府他有意的抬高了获取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成本。这个社会中间也没有色情界，然后你甚至你看黄色录像你都没有途径，那怎么办？你只有通过结婚才能获得性交配的机会。他结婚的成本就高了，又要养育孩子，然后呢要跟对方打好交道，于是怎么办？你就得去拼命的去工作赚钱养家糊口，做牛做马。就是你看日本台湾这些风俗业开放的国家和地区你看这些年轻人他就不结婚不生孩子所以他们就分析说中共其实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色情行业合法化，就是防止你们这些人不愿意做牛做马去走进婚姻这样的一个围城。当然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分析是不是有道理了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案件警方的做法他的确是触怒了广大网民，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不符合我们内心中间对司法公正的那个一般的道德认知了。如果你要是政府连这样的作者你都采取这么重的刑罚去处罚的话，那最终你这个司法机关在普通人心目中间所建立起来的公众形象必定会荡然无从，甚至有可能被反噬。这也是兰州市公安局他们的微博被冲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社会心理。而这种社会心理，你这个公安机关需不需要认真的面对呢？
在我看来是需要的。不信，大家走着瞧。如果这批作者兰州市警方如果执意进行处罚的话，等待他们的恐怕是滔天的怒火。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大家前几天是不是注意到天一那个案件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案件因为前段时间有学生把这个案件给我看了一看，所以我最近呢比较关心这方面的题材我最近学到了好多新名词比如说什么耽美文学比如说腐女等等等等。我呢给他一个建议是，如果从女权主义的视角，那他就不能理解为淫秽物品。因为女权主义为什么反对淫秽物品呢？认为淫秽物品是对谁的剥削和物化呀？是对女性的剥削和物化，而耽美文学恰恰是对谁的剥削？是对男性的剥削呀。但是我估计法官是不会认同这种观点。总之，大家要注意，一个东西属不属于淫秽物品，取决于你的个人判断，还是取决于一般人的价值判断。一般人的价值观，它是有价值观有价值观。我自己想说的是，你想赚别人每分钱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有人自愿为此付费，心甘情愿的事情，没有影响到谁的利益，为什么一定要构成犯罪？这个就是天真的我的一个想法。也是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这个事情，能够让我们的法律也好，现实的法治也好，能够变得更美好。当然，可能真的完善更美好那一天，可能作为律师，在自己的领域反而会觉得有点无用。但假如这个世界能变得更美好，我觉得那我的发声也是有意义的。